预备。其实江湖就是我们社会，江湖不大，很小。拍金庸的武侠小说真的很难的，他的角色太多，演员太多，故事太多。这个世界很庞大，所以我们应该找一个国境重要的、关键性的他的决定，做一个故事的基础。发进，发进，发进！我觉得《射雕英雄传》最好看、最高潮的地方，也就是最大的对手想不到，就是把他抚养长大的义父跟他作为一个对立的立场。惺惺相惜，又恨又爱，不愿放弃。大汗在过去怎么样去抚养国靖长大，生夫把自己的公主嫁给他，是我在草原收养你长大成人，你竟然反抗我！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是大汗想要把国靖同化成他自己的家族，可是，在国靖的心理上，还是他很保持很清楚他自己的乡土的那种情感原则是坚守不动的。金庸他写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时候，英国的殖民的是那个时候的香港人，他的心理状态是需要一种很稳定的一种价值观，把读者的这种东西定下来。所以他把国靖定了这个位置。当时金庸小说在香港非常流行，是读者跟作者之间那种精神交流的那种活动。就算有魔鬼名字，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的本名叫郭靖。郭靖在金庸小说里面，侠之大者是他代言的一个人物。欧阳锋恰恰是挑战侠的那个人物，他的野心也是说做天下第一，而不是为了一个大局而已。吸毒根本配不上称侠，侠的意思应该是行侠仗义，以天下之任为己任的人。吸毒去挑战大汗，他是保护大汗，打起来的话会造成的伤亡很大，所以他才在一种很委屈、很小心的状态里打吸毒。他的目的也是一个，就是要救大汗，他要报大汗养大他的恩，他也要告诉大汗，作为一个英雄不一定要拿正本法，战争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。其实我跟嘉辉哥演戏，我压力也挺大的，非常非常的专业，看着现场每一个情况，他需要了解所有的事情。跟大汗的那些对峙的戏份，其实应该是一个很激动的一个情绪，我的身体应该也是一个很亢奋的一个阶段。我说我转2圈，然后当下的那个喘息跟你的呼吸其实都是非常真实的，不用再想其他外界的东西了，就投入到这个剧情里面。我觉得他为郭靖骄傲，他知道郭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郭靖是一个重情重义、有家国情怀、侠之大者风范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什么样的人是大侠？就是有大义大爱的这种人吧。你为了你身边的人，或者你为了你家乡和你爱的事情去牺牲、去付出。我们用了“侠之大者”这个片语，每个这种大时代的人内心里面都有个侠字。